這小區的大媽每天出門都要摸一摸這塊水泥地，因為這地面實在反常，溫度竟高達83度，新鮮樹葉只過了2分鐘就被烘乾了，輕輕一捏就成了粉末，螞蟻爬過直接烤焦，連雞蛋都能煎熟，可周圍都不熱，偏偏就這1平米的水泥地發熱，即使等到太陽下山，這塊地方依然熱浪逼人，小區居民都認為要麼是漏電了，要麼就是天然氣洩漏了，接着找來電工師傅檢查，發現並沒有漏電，很快天然氣公司也來了。他們用工具在地上探了半天，也沒有檢測到泄漏的天然气。那現在怎么辦呢？大家一商量，決定挖開地面，看看到底怎麼回事。可越往下挖，溫度越高，還伴隨着陣陣白煙。一看溫度計，都快超過100度了。看到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發了。一聽這話，幾個工人嚇壞了，說啥也不肯繼續往下挖，還把已經挖開的坑趕緊填上了。物業趕緊請來幾位專家調查真相，沒想到專家的一句話讓所有人大驚失色。專家懷疑是放射性元素裂變造成的，接着拿出儀器一通檢測，還好沒檢測到任何放射性元素。為了找出真相，專家說還得繼續往下挖。隨着坑越刨越深，又出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狀況，挖到大概1米深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灘積水，本來一直冒熱氣的坑慢慢就涼了下來，白煙一下子也不見了。各位專家也是一臉懵，大家商議片刻，說還得繼續挖。為了加快進度，大家又請來了鑽探隊。鑽探队把一根長长的鑽頭打進了地下，一下就挖上來很多黄土，也就是說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鬆軟。這時專家一拍腦袋，恍然大悟，說應該是地熱導致的。專家認為在小區地下幾千米處有一些很細小的地下裂縫，地球內部熱量通過縫隙順着鬆軟的土層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發熱的現象。至於挖掘過程中發熱現象突然消失，那是因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漿，這些泥浆在不知不覺中就把这些縫隙給堵住了，地熱也就被隔開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復到了正常溫度。農村大媽每隔2天就要買一條秋褲，卻常常沒有秋褲穿，因為她每天一睜眼，秋褲就會出現10多個破洞，10天內就爛了8條。就算是新買的秋褲，也是穿一條爛一條，而且爛的部位還驚人的一致。但同睡一張床的丈夫，秋褲每天都好好的，大媽百思不得其解。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側，出現這個情況後，還特意和丈夫換了位置，本以為沒事了，但秋褲還是每天都破。她覺得床上肯定有什麼小蟲子，趁她睡覺咬破的，於是把床翻了個底朝天，並沒有找到什麼蟲子。一氣之下更換了所有床單被褥，心想這次應該萬事大吉了吧。可萬萬沒想到，褲子還是照樣爛。這離奇的現象在村裡掀起了軒然大波，村民對着大媽的秋褲議論紛紛。他們猜來猜去，覺得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但這好像也說不通啊。為啥老鼠不咬棉被，也不咬丈夫的秋褲，偏偏只咬她呢？而且家裡還養了一只貓，整天就睡在臥室裡，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由於他家後面就是山林，有村民提出會不會是什麼野生小動物咬的。於是大家在山上進行了仔細搜索，並且在房子周圍撒上了石灰。可幾天過去了，石灰上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時上過高中的村民又說，會不會是某種化學藥物腐蝕導致的呢？但這個猜測很快也被否定了，因為褲子上沒有任何腐蝕留下的痕跡。真是奇了怪了，村裡有300多戶人家，為什麼只在大媽身上發生了這種事呢？會不會是因為得罪了人？丈夫說，如果是有人蓄意報復，唯一通道就是屋後的這扇窗戶，但窗戶非常結實，不可能有人能通過。一番分析下來，排除了能想到的種種可能，仍然找不到答案。但秋褲依舊每天破洞，事情變得越來越離奇。最後大家找來了專家，專家看着破洞邊緣形狀，認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至於為啥不咬丈夫的秋褲，專家猜測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窩的時候用到了大媽一些衣物，就比如破襪子之類的，並逐漸對衣物上的氣味形成了條件反射。最近頻繁咬秋褲，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窩，急需裝修，於是就出來尋找熟悉的氣味，就這樣看中了大媽的秋褲。我覺得這個解釋還是比較合理的。大媽肚子裡竟然長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見，甚至還有花粉，每次上廁所都伴有陣陣花香，連工作50年的醫生都沒想到，這竟然是由於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媽說最近肚子經常伴有一股鑽心的疼痛，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肚子裡生長，來醫院通過胃鏡一看，果然發現了異常。剛開始呢，以為是未消化的生菜葉，但隨着檢查的深入，發現問題並不簡單，一朵完整的花呈現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見，檢查的過程中還脫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長出來的，而且胃壁上還發現了幾個奇怪的白點，還真有點像花朵的根茎，但胃裡怎麼可能開花呢？正常來說，即使花朵偶然進入體內，很快就會被胃液消化掉。醫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詢問了大媽最近的飲食習慣。大媽說為了過年回家相親，最近呢在努力減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沒事的時候就去修剪鮮花，然後我們就在花籃裡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樣。我們懷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裡正好開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媽還說自己修剪花朵的時候不斷打噴嚏，這時呢醫生想到了另一種可
能。醫生說，如果噴嚏碰掉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進水杯裡，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釋，不足以腐蝕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為了驗證這一猜測，醫生還做了測試，讓實驗對象喝了大量的水，隨後吞下幾朵花，接着來做胃鏡檢查。胃鏡裡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繼續深入檢查，但始終沒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媽一樣保存完整的屬實罕見，醫生表示，一定是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才導致了這種巧合。本準備用100斤橙子捕殺狒狒，手法非常奇特。他這一去，讓整個深山的狒狒都崩潰了，他们的表情足以說明一切。獵人先在樹下布置了100斤橙子，橙子鮮豔的顏色很快就能引起狒狒的注意。獵人只需要埋伏在樹上，等待狒狒上鈎。結果等了1小時，狒狒沒引來，倒先引來了2隻猴子。他們並沒有發現獵人，猴子在這裡同樣也很犯懶。獵人並沒有手軟，舉起吹箭瞄準猴子，一擊命中。猴子並不是他的目標，只能等待狒狒出現。遠處一只狒狒終於發現了橙子，同時也發現了他，不停地發出警示。看來還是太小瞧狒狒了，在樹上蹲守的方式明顯不行。3天後，獵人換了個地方，再次布置了大量橙子。這次獵人學聰明了，在橙子面前搭了一個小木屋，這樣就把自己完美隱藏了起來，而且距離獵物更近，更容易擊中目標。不過呀，還是猴子先來到了這裡，他們警覺性比較差，只顧埋頭吃橙子。獵人順利刺中了一只猴子，其他猴子四處逃竄。沒過多久，一個狒狒族群發現了這裡，周圍不停傳來狒狒的叫聲，可以看到這些都是年幼的狒狒。獵人現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狒狒頭領的出現。很快，狒狒頭領走了過來，其他狒狒紛紛躲開。頭領看着非常強壯，如果不能一擊命中的話，可能會對獵人發起攻擊，後果很嚴重。現在時機成熟，獵人緩緩把吹箭瞄準了他，頭領沒有任何察覺，還不停地驅趕其他狒狒。頭領近在咫尺，就是現在。獵人精準射中他的心臟，但他好像沒有太大反應，在木屋前來回徘徊，最後還是沒擋住橙子的誘惑，繼續拿走了一個橙子。但就在這時，他開始搖搖晃晃，沒走幾步就倒下了。不過獵人判斷錯了，這時一隻更強壯的狒狒走了過來，看起來這個才是狒狒頭領。他環顧四周，顯得很謹慎，橙子對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很快就吃得忘乎所以了。這正好給了獵人下手的機會，效果立竿見影，這個族群的狒狒都遠離了這裡。據他觀察，當地有3個狒狒族群，他的目標就是獵殺族群的頭領，只有把首領幹掉，新頭領才會領着族群去其他地方生活，可以有效地控制當地的狒狒數量。所以獵人繼續等待其他狒狒族群的出現。過了很長時間，另一個族群的狒狒發現了這裡，一隻強壯的狒狒頭領走了上來，他根本不知道之前發生的一切，吃得津津有味。獵人再次舉起了吹箭，現在已經解決了2個族群，只剩下最後一個了。又過了很長時間，第3個族群終於出現，這個身材魁梧的肯定就是首領。中箭後他並沒有跑遠，而是怒氣冲冲地看着木屋，但沒撐多長時間也倒下了。到目前為止，3個狒狒部落首領都被幹掉了，還順帶幹掉了許多小狒狒，相信當地的生態很快就會得到恢復。大媽在門上裝了4把鎖，還把電飯鍋放在衣櫥裡，這麼安全的家她卻不住，整天推着嬰兒車睡在公共廁所。嬰兒車被嚴嚴實實包了起來，裡面還時不時發出怪聲。關鍵這大媽也沒孩子，問她裡面是什麼，大媽一句話沒說，轉身快速離開了。等再次遇到她，大媽正在吃貓罐頭，還往嬰兒車裡放了一點，突然裡面就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小手，這才看清楚，原來裡面還有一隻貓。夜幕降臨，大媽就來到公共廁所準備睡覺。為啥有家不回，天天露宿街頭呢？溝通了好長時間，大媽終於講話了，說就算在外面凍死也不敢回去，家裡那個怪東西一直跟着她，還一直偷自己的東西，家裡到底有什麼讓她如此恐懼呢？大家提議跟她一起回家看看，畢竟人多勢眾。大媽同意了。來到門口，大家就隱隱感覺家裡確實不簡單。大門被她裝了4把鎖，挨個打開一看，裡面還有一扇防盜門，上面還有2把鎖。剛進來，大媽就趕緊用櫃子擋住了門。屋裡窗簾緊閉，沒有一絲光亮。她甚至把電飯煲放在了衣櫥裡，說是怕有人偷。但真的有小偷嗎？在大媽的同意下，大家安裝了攝像機，看能不能抓到她說的那個怪東西。一夜過去了，沒發現小偷，卻發現了大媽的反常行為：整夜不睡覺，在屋裡來回走動，還時不時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動作。白天大家問她為啥不睡覺，她指了指天花板，說那個怪東西就躲在天花板上，整夜嘲笑她。聽到這裡，大家就知道怎麼回事了，8成又是心理問題。在當地相關機構的幫助下，大家說服她接受治療。一番交流下來，醫生說大媽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會時不時出現幻聽，應該是由於父母過世對她打擊過大導致的，只要治療得當，還是能好起來的。最後大媽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說會好好配合治療，幾個月後再見到她，精神面貌已遠超過去，成為了一個正常人。他們對着大媽的胸部 X 光片議論紛紛，都感覺不可思議，因為 X 光片顯示大媽胸口竟然有根5厘米長的針，距離心臟只有1毫米。拿金屬探測儀在大媽胸口一掃，
儀器就會發出嗶嗶嗶的聲音。這針已經在體內存在10多年了，最近體檢才發現，關於這針是怎麼進入體內的，大家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吃東西誤吞下去的，但這個說法很快就被醫生否定了。通過食道很難到達現在的位置。另一個大叔說，也許是大媽做完針線活後睡着了，翻身過程中針就刺入了體內。醫生說這種假設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因為胸前的軟骨很容易就會被刺穿。現在針距離心臟只有1毫米，劇烈運動或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生命。現在最重要的是趕緊把針取出来。在進行了全面檢查後，醫生表示手術過程中很有可能會發生緊急情況。醫院在做好萬全準備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針和靜脈看起來很相似，因此很難區分。為了避免觸及肺部和心臟，手術不能出現一丁點的失誤。不過還好，經過漫長等待，醫生成功把針取了出來，已經變得鏽跡斑斑。術後大媽狀況良好，看着伴隨了自己10多年的針，大媽唏噓不已。在這裡娶老婆主要靠搶，當街看上不認識的女孩，就可以明目张膽地搶回家做老婆。女孩父母知道後，不但不報警，反而會熱情招待綁匪。只因這裡有個奇葩的習俗，這個男孩馬上就要結婚了，萬事俱備，就缺新娘了。現在只需要去街上搶一個女孩回來就行了。新郎說和這個要搶的女孩僅僅見過幾次，第一次見面就愛上了她，於是就開始策劃綁架細節。已經策劃了1個月，臨出發時，新郎的長輩還叮囑，千萬別讓他跑了，搶人盡量小心一點，別弄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隨後他們來到女孩家附近，先聯繫上了女孩的閨蜜，讓閨蜜叫上女孩去打水，幫他們把女孩引出來。他們緊隨其後伺機而動。街邊的大媽早已看破一切，但什麼都沒說，好像已經習慣了。很快女孩和閨蜜提着水桶出了門，女孩顯然不知道自己已經被閨蜜出賣。新郎的朋友緊隨其後，見時機成熟，朋友示意司機跟上來，時刻準備着。男孩們装成路人慢慢靠近，趁女孩不注意，直接下手架了起来，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裡。節目組大為震驚，這跟真實的綁架沒有一點區別。女孩聲嘶力竭地叫着媽媽媽媽，但周圍鄰居卻只顧着看熱鬧，臉上還笑嘻嘻的。面對一群陌生男人，女孩驚恐萬分，奮力反抗，但無論怎麼掙扎，都顯得那麼無力。男孩們笑着安慰女孩，說早晚都得結婚，可誰結不是結呀？這個穿白襯衫的就是新郎，他一言不發，內心早已樂開了花。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親朋好友早已到場，大家一片歡聲笑語，都在等待新娘下車。女孩死死把住車門，但還是被男人們狠狠拖下了車，像拖一件貨物一樣，看着無比絕望。拖進婚房後，男人們的任務就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給新郎的7大姑8大姨了。女性長輩的任務是說服女孩同意結婚，他們把女孩團團圍住，輪番規勸，給女孩畫餅說以後會幸福的，說着還強行給女孩戴上頭巾，這意味着女孩即將變成已婚婦女。女孩一心只想回家，哭聲裡充滿了絕望。長輩們也不着急，說服過程可能會持續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會把女孩一直軟禁在這裡，直到同意結婚為止。幾個小時後，女孩稍微平靜了一些，還接受了長輩們給的食物，看起來已經妥協了。接下來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男方帶上1隻羊作為彩禮，出發去了女孩家。大概的流程是，來到女孩家就先道歉，對不起，我們綁架了你的女兒，現在馬上就要結婚了，所以来給你說一聲。他們在門外等了好久，女孩父親終於開了門，顯然已經知道了怎麼回事，表情看起來很平靜，不僅收下了禮物，甚至還熱情款待了他們。女孩媽媽說，雖然感覺失去了一些東西，但還是很開心的，相當於自己多了一個兒子，還說自己就是被女孩父親綁來的。看得出来，這裡的人都已經接受了這種搶親傳統，認為這種搶親是很神聖的。最後為了孩子們的幸福，兩家人舉杯慶祝。從第2天開始，女孩就要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忙前忙後照顧男方一大家子。記者看得很迷惑，感覺像是男方家裡新來了一個保姆一樣，但新娘並沒有任何埋怨，已經默默接受了這一切。在吉爾吉斯斯坦，綁架新娘是一種傳統的結婚方式，這裡將近1半的妻子都是搶來的，但其實也發生過很多女孩因為綁架後自殺的情況。當地也有很多人抗議這種陋習，但無濟於事，女孩們完全沒有選擇權。不知道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大姐只是吃了塊生魚片，朋友都覺得她有病，因為這不是普通的生魚片，而是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鰩魚。發酵的鰩魚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之一，但對她來說只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幹完了一盤，還說根本沒感覺。這話徹底激起了節目組的好奇心，給她安排了一個殘酷的挑戰，帶她來到了鰩魚發酵儲藏室。門一打開，一股比下水道還要臭100倍的味道襲來，怎麼跟你形容呢？狗聞了都嫌臭，燻得眼睛都睜不開。其他人紛紛敗下陣來，然而大姐沒有任何感覺，主動貼着鰩魚聞了又聞，甚至情不自禁舔了幾口，說一點都不臭。那麼好，挑戰繼續升級，大家又給她準備了冰醋酸，濃度是普通醋酸的45倍，然而大姐還是沒有任何感覺。節目組算是徹底服了，一問才知道，
這並不是什麼超能力。大姐說自己嗅觉異常，根本就聞不到任何味道，所以才不会觉得臭。說起來還是挺心酸的，這給她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障礙。做飯常常會放入過量的鹽和辣椒，冰箱裡的食物壞沒壞，自己也無法從氣味中分辨，只能嘗了才能確定是否過期。但最嚴重的是，她經常會忘記關燃氣，天然氣洩漏自己也毫無察覺。大姐說自己如果恢復了嗅觉，最想聞的就是鰩魚的味道。想知道什麼叫做臭，抱着最後一絲希望，大家帶她來到大醫院。醫生說大姐的嗅觉功能已經完全喪失，屬於先天性缺陷，是無法恢復的。聽到這些，大姐卻並沒有很傷心，說自己已經習慣了，聞不到氣味並不完全是壞事。她现在是養老院護工，平時工作就是幫老人換尿布之類的，因為聞不到气味，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把缺陷变成優勢。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禿頭男人在暗网買了瓶生髮液，客服說非常好用，零差評。用完後他整個人都崩溃了，連眼睛裡都開始長頭髮。最後才知道為啥是零差評。使用說明一共3個步驟：先把頭髮剃光，再塗滿生髮液，最後戴上硅胶帽，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髮。其實他也沒期待有什麼效果，畢竟買都買了，那就試試唄。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頭髮，他戀戀不捨地剪掉了，再用剃須刀刮幾下就成了禿瓢，傷口還在流血。他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第2步操作，擠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體，對着鏡子剛準備抹去，瞬間猶豫了。他突然發現剃掉頭髮後反而變得有點帥了，要多帥有多帥，皮膚也很白，真是個帥帥的大男孩。但看着生髮液上茂密的頭髮還是挺羨慕的，那就試試吧，果斷把液体抹了上去。他沒注意到這生髮液好像有生命一樣，自己慢慢擴散，死死吸附在了頭皮上，伴隨而來的還有陣陣刺痛。他以為是正常反應，就這樣忍着疼痛，把一整瓶生髮液塗滿了每個角落，好像給頭皮鋪了一層瀝青。過程中他竟然還有點上癮的感覺，見瓶子還沒空，他使勁往外擠，可最後一點殘留的生髮液怎麼都擠不出來，瓶子裡還傳出來詭異的聲音。他看得入迷，液體突然毫無徵兆地噴出，把他嚇得差點跌倒，生髮液還噴到了眼睛裡。他趕緊沖洗，可還是晚了一步，液體已經鑽進眼睛，瞬間紅腫起來。不管那麼多了，他逐漸失去理智，忍着疼痛進行最後一步，戴上頭套等待奇蹟的發生。就這樣靜靜等了幾個小時，頭皮開始傳來陣陣瘙癢，突然一陣劇烈的刺痛襲來，像是有什麼東西迫不及待的要鑽出來，這把他疼得實在受不了了，用力撕開頭套，接着把生髮液都洗掉了。他這才發現頭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每個小疙瘩還在蠕動，似乎正在含苞待放。他好奇的用力一擠，噗嗤一聲，疙瘩瞬間破裂，濃白的醬汁噴得到處都是。他還沒反應過來，就看到幾根粗壯的毛毛冒了出來，而且越來越多，畫面說不出來的詭異。看到這一幕，他反而笑了起來，心裡瞬間樂開了花，準備繼續拔苗助長，一個個把痘痘擠破。後來索性直接撓了起來，沒一會腦袋變得血肉模糊，瞬間整個頭皮開始齊刷刷的冒頭髮。沒過多長時間，他就擁有了一頭秀髮，這也太帥了吧！他忍不住自拍，突然眼睛一陣鑽心的刺痛，他對着鏡子一看，直接嚇懵了，眼球裡似乎也有東西想要鑽出來。再仔細一看，一根毛毛刺破眼球冒了出來，眼球竟然也開始長頭髮，一定是見到眼睛裡的生髮液開始起作用。他現在只想把這頭髮揪出來，嘗試了好久還是沒能下得去手。這時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須刀，瞬間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拿起剃須刀慢慢靠近，忍着恐懼掰開眼皮。一刀下去，還真把頭髮刮掉了。可還沒高興一會，眼睛再次刺痛起来，整個眼球內都在冒頭髮，他疼得腳下一滑，直接撞昏了過去。吹風機也不小心被打開，在吹風機的持續加熱下，眼睛裡的頭髮肉眼可見的變長，連塑料浴簾也被點着了。幸運的是，他終於醒了過來。這時他全身上下都長滿了濃密的毛髮，嚇得趕緊從浴室逃到客廳，打電話質問客服生髮液到底怎麼回事。電話還沒接通，火就衝了過來，家裡瞬間變成火海，最終他被大火吞噬。看着手中的生髮液，他這才明白為什麼这款產品沒有一個差評，因為用過的人都死掉了。中國奶奶在美國算了一卦，神婆說今天是她這輩子運氣最好的一天。她聽完直接把存款都取了出來，正好碰上銀行做活動，她恰好是第88號客戶，銀行直接送給她8袋大米。看來今天運氣果然不一樣。接着她特意擦了香香來到賭場，第一次來賭場就把全部身家壓在了8號。想到這小球轉了幾圈，還真穩穩落在了8號，50塊瞬間變成了1000塊。奶奶乘勝追擊，直接100塊壓8號，結果小球還是很聽話的落在了8號，籌碼再次翻倍。看來今天真的是自己的幸運日啊！奶奶信心爆棚，直接將全部籌碼梭哈，全壓在了8號。這個玩法讓旁邊的老外看得心臟直突突，勸他冷靜一點。奶奶直接不理。轉盤再次轉了起來，不出意外，小球還是落在了8號，3000立馬變6萬，奶奶瞬間征服全場。這下周圍的老外算是徹底服了，奶奶則一臉傲嬌的開始玩其他項目。其實她不懂什麼遊戲規則，不管玩啥張嘴就是。可奇怪的是，大媽壓啥中啥，
很快就贏得盆滿缽滿。然而奶奶並不滿足，最後想玩個大的，把全部籌碼都梭哈了。結果運氣好像用完了，這局輸得干干淨淨，連本金都輸了進去，一下啥都沒有了。這感覺跟過山車一樣。奶奶不服氣，又去找神婆，把今天的事都告訴了神婆。神婆算了半天，告訴奶奶一個開運方法，那就是用菊花和金魚一起泡澡。回家後，奶奶照做，在浴缸撒了點菊花。隔天在公交車上，一老頭睡着後一直往他身上靠，剛推回去又靠了上來。奶奶不耐煩了，這老頭睡得這麼死嗎？她伸手往老頭鼻子上一探，哎，還真死了。大媽瞬間慌了，剛想下車，這時司機一個急轉彎，老頭的包突然掉在了他身上。出於好奇拉開一看，滿滿一袋子美元。再一看這老頭紋龍畫鳳的，估計也不是什麼好人。左右看了一圈也沒人發現，直接就把錢背家去了。第二天大媽就出門報復性消費去了。嘿嘿，怪物把自己的鼻涕抹在女孩傷口上，傷口竟然瞬間愈合了，同時還飄散出一股惡臭。女孩這時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然而怪物並不知道，這個想法將會把她帶入萬丈深淵。最後的反轉讓人始料不及，女孩意外流落荒島，為了生存，她在島上轉了一圈，什麼生存物資都沒找到，天也漸漸黑了下來，她都要絕望了。這時身後飄來一股惡臭，還伴隨着一聲巨響，她循着氣味找去，竟發現了一堆乾柴和打火機，隨即生着了火，點燃了黑夜中的一絲希望。然而遠處一雙詭異的血紅大眼正盯着她。第二天女孩醒來就發現身邊出現了很多食物，隨之一股惡臭再次襲來。女孩抬頭一看，赫然出現一個怪物，嚇得她撒腿就跑。怪物緊追不捨，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女孩腳下一滑摔倒了，膝蓋都磕破了。怪物見狀不僅沒傷害她，反而還摸了一手鼻涕塗在了傷口上。女孩嚇得驚慌失措，沒想到的是傷口竟然奇蹟愈合了。隨後怪物還幫女孩摘野果吃，看起來這怪物也不壞呀。他們就這樣愉快地相處起來。不過怪獸的體味是真臭，女孩竟想要幫怪獸洗澡，但怪獸碰到海水卻很恐懼，洗澡也就不了了之了。第7天，遠處傳來汽笛聲，女孩總算得救了。她坐在船上卻有些失落。回家後，她痛痛快快洗了個澡，洗完就聞到一股特殊的香味，香氣的來源就是那件沾了怪物鼻涕的髒衣服，這味道奇香無比，之前從來沒聞到過。她忍不住抱着聞了又聞。為了弄清楚怎麼回事，他找到專家對衣服進行化驗分析，結果在衣服上檢測出了未知的香氣成分，這是個偉大的發現。專家顯得異常興奮，問他怎麼弄的，他卻絕口不提，心中卻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迫不及待地再次返回小島。鼻涕怪見到他開心得像個孩子，他提出了自己的請求，想裝上滿滿一箱鼻涕。鼻涕怪二話沒說，接着分泌了大量粘液，女孩直接上手抓，一點點往箱子裡擼。女孩憑借這些鼻涕做出了風靡世界的香水，香水令所有女人魂不守舍，很快就銷售一空，女孩賺得盆滿缽滿。為了不讓外人發現這個秘密，女孩不惜花重金買下了這座偏僻的無人小島，本以為能一直順風順水，不料軍方也意外拍到了鼻涕怪，政府懷疑它散發的惡臭是有毒氣體，於是決定派出軍隊消滅鼻涕怪。就在坦克瞄準鼻涕怪的這一刻，女孩衝了出來苦苦哀求，但根本無濟於事，最終鼻涕怪還是被消滅了。女孩痛苦不已，不僅是好朋友死了，自己的香水生意也泡湯了。沒想到的是，怪物死後，市面上又源源不斷地出現了這款香水。鏡頭一轉，女孩正在往玻璃杯中刮着什麼東西，轉過臉才發現，她把怪物的鼻子移植到了自己身上。你的2顆门牙中間發生了蛀牙，一張嘴就像卡在牙縫裡的奧利給。醫生看了一眼，二話沒說，連麻藥都沒打，直接上鑽頭先把腐質去掉。醫生換了一種工具，繼續打磨邊緣部分，以便樹脂填充物能完美貼合牙齒。你比較幸運啊，蛀牙不是很深，沒有傷到牙髓，所以呢修補起來也比較簡單。接着塗抹酸死劑，經過酸死處理後，釉質表面在顯微鏡下呈蜂窩狀，能增強與填充樹脂的粘接強度。接着醫生塗抹粘合劑，你可能會聞到類似強力膠的味道。接着醫生使用光固化燈照射，讓粘合劑快速固化。接下來在牙縫中放置一個薄膜隔開。現在呢開始填充樹脂。樹脂的填充要循序漸進，每填充一點就要先等固化後再繼續填充，期間還要保持牙齒乾燥，所以呢醫生會對着牙齒一直吹氣。你牙齒可能感覺有點冷，再忍忍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後，接下來就要對表面進行打磨抛光，這時呢就要用到專用的條狀砂紙，先用粗面研磨，隨後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顆牙齒也做同樣的操作。这還沒完，醫生又換上了專用砂輪繼續打磨。經過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補的痕跡。到這裡蛀牙就修復好了，記得好好刷牙。
你這顆牙已經爛透了，為了能啃骨頭，你準備花2萬塊錢種一顆牙。整個種牙過程需要持續半年左右，但最後的成品驚豔了我。首先呢，要把壞牙拔掉，牙齒比较鬆動，直接上鉗子，很輕鬆就拔了下來。現在呢，需要等待2到6個月，讓牙槽骨恢復生長，填滿空隙。6個月後開始進行種牙。第一步，進行斷層掃描分析，對口腔進行全面檢查以及確定種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後，醫生一刀就劃開了牙齦，掀開牙齦，牙槽骨就露了出來。這些大大小小的鑽頭都是用來在牙槽骨上鑽孔的。牙槽骨的表層骨質密集，比較硬，剛開始要選擇8毫米的小鑽頭预開孔。現在呢，要逐漸換成更粗的鑽頭，擴大孔洞。用粗鑽頭时轉速一定要慢，否則呢會導致摩擦生熱，燒毀骨細胞。過程中鑽頭還會一直噴出生理鹽水，就是為了降溫。現在呢，使用螺絲紋鑽頭将孔的上端繼續拓寬，就是為了讓孔洞和種植體完美契合。孔打好後，醫生取來像螺絲一樣的種植體，開始種植的時候要盡量調低轉速，慢慢推進去，才不會使接觸面骨細胞損壞。接着呢，還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規定扭矩。現在要將愈合基台連接到種植體上，等縫合好牙齦，大概呢就是這個樣子。這時牙槽骨中的種植體會和周圍的骨細胞慢慢融合，這個過程呢叫做骨結合。現在只需要等待2到6個月。幾個月後，牙槽骨和種植體已經充分結合。現在要把臨時愈合基台取下，安裝永久愈合基台。現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為了以後修理種植牙的時候方便擰開裡面的螺絲，但現在呢要先用樹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燈照射固化。到這裡你的牙就種好了，看起來呢和真牙一模一樣。現在就可以去啃骨頭了，記得好好刷牙。這是越南民間詭異的返老還童術，將80歲老頭丟進燒紅的大缸裡，熬成藍色的粘稠液體，再倒進人形模具裡，瞬間呢就成了18歲的帥氣男孩。這就是小伙的祖傳手藝，可一旁的大叔不知道，這一逆天操作即將為他引來殺身之禍。這天窮困潦倒的大叔遇到一個走街串巷的小伙，小伙說自己的手藝是讓人返老還童，大叔認為小伙瘋了，說着呢就要走。小伙則表示可以帶大叔一起賺錢，接着呢帶大叔來到一大戶人家，小伙表示可以讓夫人重回18歲容顏，而且呢報價很低，只要300塊，不成功的話10倍賠償，唯一的要求就是操作過程家屬不可以看。夫人半信半疑，正好呢公公已經在床上躺了3年，於是想拿公公練手看效果。小伙信誓旦旦保證要把公公變成18歲的帥氣男孩。他們一拍即合，立即開始了操作。小伙起鍋燒爐，把大缸燒得滾燙後，準備把老人放進大缸，這把大叔嚇壞了。小哥沒解釋太多，讓他照做即可，說絕對安全。事已至此，兩人合力把老人放進燒紅的大缸，大叔嚇得捂上了眼睛。就在這時，小伙在缸裡加了一種神秘液體，瞬間一切變得恍惚起來。小伙不停地攪拌，很快老人就變成了藍色的粘稠液體，還散發出陣陣惡臭，把大叔惡心的不行。小伙呢卻笑了起來，說湯熬的差不多了。接着呢把勺子遞給了大叔，讓大叔把藍色液體全部盛到人形模具裡。大叔看在錢的份上，忍着惡臭照做。隨後呢兩人一起蓋上蓋子，現在只需要靜靜等待5個時辰。1夜過後，模具開始晃動，動作越來越大，大叔嚇得連連後退，小伙呢卻笑顏逐開，看來那是成功了。打開模具，裡面的人蹭的一下坐了起來，老人果然變成了一個帥氣男孩，甚至呢還做了髮型。大叔終於信了，這不發財了嗎？歡呼聲把老爺夫人引了過來。夫人看到帥氣小伙也感到不可思議。Anh ơi, anh là cha của tụi em thiệt hả? Anh ông nội tụi bay。隨後他們對老爺夫人都做了返老還童，他倆都變成了7歲小孩，兩人也得到了巨額報酬。慢慢的他們名聲大噪，生意也越來越多，賺得盆滿缽滿。可這時大叔卻起了貪念，你看啊，整個流程自己早就學會了，只要獨佔這個人形模具，那不就發了嗎？於是呢趁小伙熟睡把他綁了起來，連夜帶着模具跑路了。但大叔不會想到，這正好中了小伙的套路，等待他的將是萬劫不復。第二天，大叔來到約定好的大戶人家，這家的夫人想要重回18歲，沒有太多廢話，大叔按照小伙的步驟開始操作，沒成想卻出了大事。等待了6個時辰後，模具卻一點反應沒有，趴在上面仔細聽，裡面也沒有任何聲音。這時呢，屋外傳來了老爺的敲門聲，他這下真的慌了神。老爺帶人衝了進來，他謊稱18歲的老婆現在就在模具裡，說完呢就偷偷溜走了。老爺趕緊招呼下人打開蓋子，結果裡面空空如也，看到缸裡還有老婆的鞋子，瞬間明白了怎麼回事，這是失敗了呀。接着呢找人要把大叔抓回來，
逃跑的路上，大叔突然被一道金光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正是小伙。原来这小伙是天神，为了考验人性来到人间。大叔不停地求饶，天神则表示自作孽不可活。说完呢，就化作一团火焰消失了。这时老爷手下也赶到了这里，要把大叔打死。就在这时，一句手下留情，众人发现夫人竟然回来了，看来是天神施法，大叔总算逃过一劫。所以说呢，做人不能太貪婪。大媽去看中醫，大夫直接讓她掀起衣服躺床上，用紅外線燈照肚子，但大媽的肚子並沒有病，有病的是她的嘴巴，一天24小時都要張着嘴，一旦閉上就會不停打嗝，憋氣都不好使，完全不受控制，差不多每分鐘就要打20個，連續打嗝讓她嘔吐不止，嚴重時還會吐膽汁，就連吃飯都無法正常吞嚥，吃2口就要去廁所吐掉，整夜無法安心睡覺。醫院也去看過了，都找不到病因，甚至有醫生以為她在開玩笑。沒辦法，大媽只能嘗試每天吃消化藥，但沒有任何改善。抱着最後一絲希望，大家帶她來看中醫，一番望聞問切後，對大媽進行了紅外線照射。就這樣操作下來，奇蹟發生了，大媽停止了打嗝，甚至還小睡了一會。大夫說這就是典型的焦慮症，壓力過大導致的。那到底是啥壓力呢？這時大媽緩緩說出了自己的故事，由於疫情原因無法工作，只能一直吃老本，而且理財投資也虧得一毛不剩。一氣之下，焦慮抑鬱湧上心頭，剛開始只是心率過快，慢慢就變成了不停打嗝。不過呢，最後在中醫的幫助下，他終於恢復了正常。看來還是中醫牛啊！大叔每次開車都要先去趟墓地，也並不是他想去，而是導航每天帶他去。明明前面就到家了，導航卻要求掉頭。那行吧，節目組決定跟着導航看看究竟。一夥人步行來到導航目的地，結果目的地就是一座墳墓。大叔倒也不慌，說這是自己母親的墳墓，1年前去世的。不過這事還是蹊蹺得很。從村子的地圖上看，墳墓距離家的位置很近，會不會是導航本身出了問題呢？大家找到維修師傅檢查，並沒有發現導航有任何問題。大家又測試了其他牌子的導航，結果都導航到了墳墓，導航沒有問題，那就很有可能是信號問題。畢竟家在山溝裡，信號肯定不太好。專家也說信號不好的話，導航結果會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為了驗證這個說法，大家導航了村裡其他地址，結果都準確無誤的到達。一時間關於靈異導航，街坊四鄰是議論紛紛，還有人說是他母親對現在的目的不滿意。畢竟是走進科學，咱們還是得搞清楚怎麼一回事。大家找到了村長，村長說大叔母親的墓地原來也屬於村裡，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就被劃分了出去。說到這裡，大家終於找到點頭緒，接着來到測繪局諮詢。電子地圖上顯示，他家原來的地址編號現在成了墳墓所在山頭的編號。簡單來說，就是導航地址沒有及時更新導致的。看吧，又一次帶大家走進了科學。凌晨3點，全村人都不睡覺，全部守在一個攝像機前面。攝像機正對着黑漆漆的街道，只為聽到一個熟悉又恐怖的聲音。村裡人最近被這怪聲搞得精神崩潰，一到凌晨3點，整個村子就會傳來類似電話撥號的聲音。女孩說聲音是從1個月前開始的，接着播放了自己錄到的聲音。節目組決定等待聲音出現，就在3點整，聲音如約而至。聲音很明顯是從外面傳來的，於是第二天大家在村裡街道上都佈置了攝像機，想要拍到點什麼。凌晨3點，聲音準時傳來，攝像機卻沒有任何發現。白天節目組在村裡轉了半天，教堂的廣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負責人說這廣播線路斷了，已經很久沒用了。很快村委會的廣播進入了大家的視線，不過村長表示也很久沒用了，但除了這2個可疑的廣播外，就沒有任何能發出這麼有穿透力聲音的設備了。節目組決定還是安裝攝像機監控一下。又來到了凌晨3點，聲音再次準時響起，這次大家確定聲音就是從村委會廣播裡傳來的。但詭異的是，此刻村委會裡並沒有人。村長說廣播設備只有自己有鑰匙，除了自己沒人能使用廣播。村長還給大家看了最近1個月的廣播記錄，一共就廣播過2次，但這聲音最近每天都有，所以肯定不是村長的原因。節目組又想到了專家，拿着錄到的聲音去分析，專家果然不一樣，直接從這聲音裡面聽出了對應的按鍵號碼，而且每個按鍵間隔都一致。專家說人類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所以肯定不是人為的。那現在怎麼辦呢？大家找來廣播設備的廠家售後，經過長時間排查，終於找到了問題所在。售後說設備每天都有一個固定的運行信號，可以簡單理解為設備重啟信號。這台廣播設備的重啟信號設置在了凌晨3點，這個一般是不會被廣播出去的，但恰巧這台設備發生了故障，才導致這個微弱的信號被放大，並且廣播了出去。省流，廣播設備出故障了，這個洞穴在流血，一流就是3天3夜，血水瞬間能把整個湖面染紅，聞起來就是一股血腥味。這種現象最近每月都會持續好幾天，當時就有人猜測洞裡可能住着某種大型生物，是這種生物流血了。這麼一說呢，馬上就有年紀大的村民想起了當地一個關於神龍的傳說。之前村民對傳說都是半信半疑，畢竟在這裡生活了大半輩子，沒人見過真龍。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樣的湖水，說不定洞裡就真有一條龍，搞不好啊還是一條母龍。玩笑歸玩笑，但血水還是讓
村民倍感不安，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神龙雕像下祭拜。說來也奇怪，拜祭的人多了以後，血水就突然消失了。有2个胆大的村民決定坐船進洞穴內一探究竟。隨着船漸漸靠近，水的顏色也越來越深，慢慢變成了深紅色。越往裡走，心裡越發毛。就在他們剛進入洞穴深處，就看到水面閃過一個黑影，2人嚇得落荒而逃。於是關於洞穴的流言又傳開了，不少人言之鑿鑿，說裡面肯定有龍。眼看這事越來越離譜，當地政府趕緊請來了地質專家，對湖水進行檢測，結果顯示水中的鐵離子含量異常高。專家表示，想要知道原因，就必須去洞穴裡找。接着，一行人坐船進入洞穴，隨着不斷深入，專家發現其中有一塊岩壁的顏色明顯發紅，在岩壁上輕輕搓了搓，就把上面的紅色物質搓了下來，把這東西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變成了血水。專家研究半天，說這個紅色物質就是氧化鐵，俗稱鐵鏽。當地下水流過，就會把它一起帶走。一旦進入水中的鐵鏽增多，就會出現流血水的奇觀。水中的血腥味其實就是鐵鏽的味道。奶奶吃飯前要先擠1勺洗潔精，接着放進魚湯裡，攪拌攪拌，直接喝了起來。記者聞了一下，滿滿的肥皂味，奶奶卻吃得非常香。這還沒完，喝完湯，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葉來到廚房，對着洗潔精連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潔精包起來，直接塞進了嘴裡。大家非常不解，為啥要吃洗潔精呢？奶奶說自己不能吃肉之類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話，必須提前吃點洗潔精，讓它在胃裡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說，這想法非常腦血栓啊。飯後，奶奶給大家講了自己年輕時候的事，大家終於懂了奶奶為啥這麼做。奶奶說年輕的時候窮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沒錢去醫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潔精，她覺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聽天由命吧。沒想到啊，這下不僅沒死，胃還不疼了，於是從那開始就一直吃。大家帶她來醫院檢查，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胃裡竟然沒事，不過還是得戒掉洗潔精。如果胃痛的話，可以吃藥緩解。奶奶也答應以後不會再吃。2週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奶奶還在吃洗潔精，大家又給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學。1個月後，節目組再次回訪，這次奶奶終於戒掉了洗潔精，只不過吃藥又吃上癮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大媽只是穿了件紅衣服，所有人都驚恐地看着她，全都是因為她的指甲，她的指甲比你的手還長，足足有12厘米，小拇指卻顯得格格不入。她說小拇指是專門用來摳鼻屎的。大媽不僅指甲長，頭髮也很長，甚至都能拖到地板上，即便是鄰居在晚上遇到大媽，也會被嚇到。大家都想不通，她為啥要留這麼長的指甲，而且指甲還給她帶來了諸多不便。洗頭就只能用小拇指撓一撓，打字也只能借助鉛筆，包橘子要用鑷子，甚至手套都要先開個洞才可以。她還要花大量時間保養指甲，1瓶指甲油只夠用1次，完事還要給指甲戴上保護套，以防折斷。出門都要把指甲護在胸前，指甲帶來了諸多不便。但為啥要留呢？大媽說自己留指甲都是因為一個夢。原來大媽從小就喜歡打扮，有天她做了個夢，夢中人告訴她，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剪指甲和頭髮，否則就會遭遇不幸。剛開始大媽也沒當回事，這不就是個夢嗎？但說來也是奇怪，從這之後，每當剪指甲就會心跳加速，剪完指甲就真的會生病，也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後來出於敬畏之心，就開始留指甲了。為了讓指甲顯得不那麼詭異，大媽去做了美甲，畫上萌萌的圖案，這樣就顯得可愛多了。第一次見面，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脫掉了襪子，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沒有腳趾甲。不僅如此，他連手指甲也沒有，指甲的位置光禿禿的，地上的小東西根本撿不起來。開易拉罐是最痛苦的，更難以置信的是，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一拿起來就會滑下去，杯子在手中反覆滑落。節目組懷疑大叔是故意的，大叔卻說自己沒有指紋，光滑的東西根本拿不住。大家一起按手印，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真的看不到任何紋路。由於缺少指甲的保護，輕輕按壓手指就會帶來劇烈疼痛。然而大叔的工作卻很依賴手指，他是一名汽修工，工作需要一直動手，就連纏個線圈都會疼痛難忍，哪怕一個小小的失誤都會給他脆弱的皮膚造成不小的傷害，手上也總是傷痕累累的。因為要養活一家老小，他就這樣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醫生說他患有一種名叫大炮性表皮鬆解症的罕見疾病，由於是遺傳性的，所以沒有根治方法。其實這些大叔都無所謂，他在意的是女兒。女兒出生的時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女兒的手指，看到女兒有着正常指甲，大叔激動地哭了。他不想讓女兒承受和自己一樣的痛苦。現在大叔最喜歡做的就是幫女兒剪指甲，女兒也很懂事，每天都會幫父親包紮傷口。상처 보면 어때요? 커튼실하고 안 다치게 기도 안 다치게 기도. 大爺因為頭痛去醫院拍片，卻引起了軍事專家的注意。專家對着 X 光片測量，結果更讓他傻眼。大爺腦袋裡竟然有一顆子彈，而且是軍隊常用的7.62毫米子彈。子彈已經在腦袋裡存在了50多年，
但大爺本人完全不記得子彈是怎麼進入頭部的。既然是軍隊常用子彈，那大爺肯定與軍隊有着某種聯繫吧。大爺說自己年輕時參過軍，打過仗，頭部也受過重傷，後來慢慢恢復了，完全不知道裡面還殘留一顆子彈。那為什麼被子彈射中，他還能活下來呢？這很不科學。專家說是有這種可能的，子彈應該屬於流彈，也就是經過障礙物反彈的子彈，不在有效射程內，所以才沒造成重大傷害。而且子彈的位置在額叶右侧，這部分沒有太多功能，這就是為什麼之前沒有明顯症狀的原因。但現在有個棘手的問題，子彈距離大腦關鍵區域只有5毫米，要想把子彈取出来，很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事故。而且大爺今年70多了，暫時沒有太大問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平時頭痛的話可以吃點藥。大爺也覺得，既然子彈在腦袋裡待了50年了，也不差這幾年，就讓他安靜地陪我到老吧。